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中国人早已遍布世界各地，无论是在繁华的大都市还是偏远的小村庄，都能看到中国人的身影。他们以各种方式融入当地社会，为所在国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竟然有一个国家成为了例外。这个国家不仅拥有自己的货币，还有自己的法律体系，甚至还有自己的海军。但最令人惊讶的是，这个国家始终没有容纳中国人的足迹。这个神奇的国家究竟是何方神圣？它为何会对外国人设置如此严格的限制？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鲜为人知的国家，感受它独特的魅力。在美国西部辽阔而干燥的内华达州，沙漠像海一样铺展，人类聚落往往像零散岛屿一般依附着水源与公路。当车辆离开里诺市区，驶入向东的荒野，沿着一条普通的乡间道路继续前行，你会看到路边出现一块小牌子，写着让人会心一笑的提示：前方国界，请备好护照。那是一座普通民宅门口的玩笑式警告，却也是摩洛西亚共和国向世界宣告主权的方式。摩洛西亚共和国的领土由总统凯文的私人住宅及其周边庭院组成，总面积约 0.025 平方公里，换算下来还不到3个半足球场大。家门前的一条白色警戒线是他们口中的边境线，跨过去就是外国。总统在边境处设立了入境检查点，访客必须经过护照检查才能获准进入，并且入境时间不得超过3小时，否则将被视为非法滞留。这套制度看似荒诞，却实行得有模有样。摩洛西亚被美国国土完全包围，是货真价实的国中国。但它与其他国中国不同，它不是因历史争端而形成的政治异常，也不是王室遗产，而是一个人在成年后还坚持着的童年愿望，在自己脚下拥有一片真正属于自己的国家。这份执念与现实的碰撞，让摩洛西亚显得既不可思议，又充满人情味。凯文一直很认真地对外宣称，摩洛西亚是一个完整独立主权国家，拥有自己的土地、法律与领土精神。他拒绝将其视为玩笑或艺术项目，而是认为这是一种合法存在的国家形式。但美国政府对于这样的私人宣布独立通常采取温和态度，既不承认也不制止。因为从法律角度来看，它仍然是美国土地，而从政治角度来看，它没有产生任何现实威胁。于是摩洛西亚在美国的默许下，堂而皇之地活成了一个全球微型国家中的明星案例。摩洛西亚不仅拥有主要领土，还声称拥有2处海外领地，其中一块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房车停车位，另一块在太平洋上的小岛。当然，这些领地都无法获得法律层面的正式承认，但凯文始终坚称他们是摩洛西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大胆的是，他甚至宣称摩洛西亚对金星的一块土地拥有主权。理性的人当然不会把这种宣称当真，但正是这种近乎荒诞的浪漫，让摩洛西亚的国界得以突破沙漠的限制，延伸到银河之外。走进摩洛西亚的首都，也就是凯文家的客厅，你会看到精心布置的国家象征、国旗、徽章、宪法、荣誉勋章、总统画像，墙壁上挂着世界地图，摩洛西亚被放大成与美国等大国并列的位置。那是一种象征性的坚持，即使现实大小悬殊，理想也必须得到同等尊重。尽管外界多以轻松或玩笑态度看待摩洛西亚，但凯文本人并不把它当作玩笑。他相信，一个国家是否存在，不在于其领土大小，而在于是否有人真诚地认同它。而在摩洛西亚，那个人便是他自己，以及他带入这场梦想实验中的家人。在这个世界里，一个国家可以大到横跨洲际，也可以小到只容得下一颗理想的种子。对许多人而言，独立是政治概念；对凯文而言，独立是生活方式。提起摩洛西亚共和国，相信很多人都会感到困惑，这个小小的国家究竟是如何诞生的？事实上，摩洛西亚共和国的缘起可以追溯到1977年，当时
2名美国人凯文和詹姆斯在内达华州的一片沙漠上宣布建立了这个独立国家。他们认为这片土地属于自己私有，因此完全有资格成立一个新的国家。对于这种行为，美国政府当时并没有太多反应，因为在国际形势动荡的1970年代，第30届国家纷纷独立，美国政府似乎也默许了这种做法。于是摩洛西亚共和国就这样诞生了。尽管这个国家是由2个美国人私自建立的，但它还是拥有自己的货币、法律体系和政府机构的。首先，摩洛西亚共和国有自己的货币摩洛西亚元，这种货币与美元挂钩，其价值变化也取决于美元的涨跌。不过，这种货币只能在摩洛西亚共和国境内使用，在外界无法流通。其次，这个国家还有自己的法律，比如它制定了自己的出入境规则，要求所有到访者在3个小时内离开境内。此外，它还建立了电信局、银行等政府机构来管理国家事务。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这个国家实在太小，只有32名公民，所以每个公民通常担任多个职务。这样一来，这个国家的运转就显得十分简单高效。政府大楼、货币、边检，甚至海军、银行、邮局，这些配备应有尽有、完全不输正常的国家，自1999年正式宣布独立以来，凯文就自任总统，兼任国家一切重要职能，行政、军事、外交、财政。他的总统府其实就是他自家的房子，但在摩洛西亚的国旗和国徽之下，这栋房子就是总统府，也是政府大楼。根据官方资料，摩洛西亚的人口非常稀少，主要是总统一家人，加上少数亲戚与宠物狗。据2022年估计，摩洛西亚约有30位人类居民，外加2只狗，而这2只狗也算作公民。摩洛西亚对成为公民的资格控制非常严格，通常仅限于创世家庭及其亲属，外人极少能获得合法国籍，即使是游客，也只能获得短期访问资格，并被限制入境时间与行为。这种微型人口结构使得摩洛西亚的人口密度和社区结构极为特殊，它更像是一个极度封闭、私人性质的乌托邦实验，而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拥有复杂社会结构的国家。摩洛西亚并不被任何国家正式承认，也没有加入国际组织，但它自称遵循一定的国际法标准，有固定领土，有政府，有国民，理论上有对外关系能力。最具戏剧性的是，他声称至今仍然与已不存在的国家东德处于战争状态，这场战争从未停歇。摩洛西亚甚至发行过战争债券，这场战争既没有武装冲突，也没有外交斡旋，只是一种荒诞主义色彩浓厚的象征行为。但对摩洛西亚来说，它是一种对现实秩序的戏谑与抗议，也是一种国家存在感的自造历史。这一切，从总统府到货币银行，从海关到所谓海军，共同构成了摩洛西亚国家制度的骨架。它既像一个大型私人艺术装置，也像一个认真运作的微型实验体。或许在国际法里，它永远不可能被视为真正国家，但在凯文自己的宇宙中，它早已活得像一个国家。如果说前面的文化让人感觉摩洛西亚像一场关于主权的行为艺术，那么从经济与日常生活来看，它更像是一套精心搭建的沉浸式体验系统。摩洛西亚共和国坐落在内华达荒凉的土地上，这里没有矿产，没有大型工业，也不可能像正常国家那样征税维持运营。但凯文然早已想好答案，既然这是个国家，那就要让人们来参观它，相信它，体验它，从而让它有源源不断的收入。因此，摩洛西亚最重要的经济支柱只有2个字：旅游。游客从美国本土前来，准确说，从美国境内来到另一个国家。如果你想进入国境，必须通过检查哨，接受边检官员的审核。这里严格执行护照制度，甚至连外国货币兑换也一应俱全。凯文会郑重其事地在护照上盖章，让你正式成为访问摩洛西亚的旅客。在这个过程里，
你需要购买签证、纪念品、硬币与邮票。摩洛西亚发行的瓦罗拉货币可以作为纪念收藏，也能在这个国家内部进行小范围消费。游客购买的每一枚硬币、每一张邮票都成了摩洛西亚运转的重要燃料。为了增强国家体验，摩洛西亚还设立了许多象征性机构，像邮局和银行，甚至有国家铁路和太空署。在摩洛西亚内部生活的人数量很有限，大部分是凯文的亲属，生活方式与美国当地居民几乎一致。他们会开车到邻镇买菜，也会缴纳美国水电费，但凯文坚持将这些视为对邻国的援助或者外交让步。有人说摩洛西亚是讽刺，是玩笑，是现实政治的一面哈哈镜，但也有人说它正是最纯粹的国家原型。土地、人民、象征、仪式、故事、法律、货币，它一样不缺。也许它无法在国际地图上被标记，但它已牢牢刻进游客的记忆与媒体的镜头中。如果说摩洛西亚的制度和经济是国家的骨架，那么它的文化与象征体系就是它最鲜活、最幽默的灵魂。一个国家存在的意义，不只在于运作，更在于是否有人愿意为它庆祝，为它骄傲，为它创造传统。摩洛西亚深谙此道。摩洛西亚有正式的国庆日，9月3日。这一天，总统凯文会穿上全套仪式军装，佩戴勋章，检阅部队。虽然部队实际上不过几名家人和象征性编制的海军护卫队，但仪式感一点不缺。他们会升起国旗，播放国歌，拍照、录像，发布官方新闻稿，所有程序严肃认真，完全不输给任何主权国家。凯文的军装设计绝非随便拼凑，他使用仿制军功章、帽徽与皮带，搭建出一个带点伪军事国家风格的形象。摩洛西亚官方主要使用英语，也引用些世界语与西语作为象征。凯文自称总统，但面对采访、访客或媒体镜头时，不会摆出权力者姿态，而是带着戏谑与自豪。我有一整个国家要管理。摩洛西亚有许多专属节日，不少带着黑色幽默性质。比如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他们至今仍宣称与前东德处于战争状态。这场战争没有枪响，没有战死者，却成就了摩洛西亚最著名的国家叙事。摩洛西亚共和国的领土实际上位于美国内华达州的土地上，也就是说，它是一片在法律意义上属于美国的私人住宅，却在自我认同和象征意义上独立卫国。这种状态注定让它与美国的关系充满了微妙的张力。首先，摩洛西亚并没有依法宣布脱离美国主权，也没有试图对抗美国法律。凯文非常清楚，如果真的与美国变成对立关系，这个梦想国度可能一天都维持不了。因此，他以一种极其聪明的方式表达独立，不挑战主权，不违背联邦法律，而是把独立概念限定在象征、文化与体验层面。摩洛西亚的边界是合法存在的围栏，那些护照检查与海关制度只是他在私人土地上设定的规则。游客入境会被检查证件，但实际上这并不是执法，而是一种参与国家故事的仪式。你可以说它是角色扮演，但对摩洛西亚来说，那就是国家存在的实践过程。至于税收问题，凯文也找到了绝妙的方式。摩洛西亚仍需按照美国法律缴纳物业税、水电费等，但官方网站与采访中，他们总说自己在向美国提供外交援助或国际捐款，明知现实不能违抗，却依旧保留幽默与坚持。这正是摩洛西亚式的独立。摩洛西亚对外坚持自我承认主权，不加入任何国际组织，也不寻求外交承认，不是因为不想，而是非常清楚，一旦进入国际体系，他就要面对国家责任、权力制衡、外交条约，也就失去了他最珍贵的价值——自由的想象力。因此，他与美国保持着一种近乎完美的关系平衡。土地属于美国，制度属于摩洛西亚，法律受制美国，象征由他自己决定。现实在美国，梦想在摩洛西亚。即便如此，摩洛西亚仍然喜欢进行外交仪式。
他曾邀请各地微型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双方互相交换国旗、证书、勋章。虽然这些国家多数同样没有国际承认，但正如凯文所说，独立与规模无关。媒体对摩洛西亚的态度也很特别，许多纪录片、访谈节目都报道过他，语气带着戏谑、惊奇，却也逐渐转向尊重，因为人们发现这个国家不是恶作剧，而是一种面对世界的温和抗争，一种成年人仍有资格拥有的童年权利。对游客来说，这里是一个充满趣味的景点；对凯文一家来说，这是他们的世界中心；对美国来说，这是一个特别的私人项目；而对国际社会来说，摩洛西亚是一面镜子，它让人重新思考国家定义究竟是什么：是面积、人口、武装力量、外交承认，还是说只要有人愿意守护它，它就是真实的？摩洛西亚是一个国家，但它同时只是一户人家。这里的人口统计简单明了，总统凯文他的妻子、孩子们，还有几只忠诚的狗。他们既是国家的居民，也是国家的守护者，更是国家的全部社会结构。开车去超市是出国采购，散步回家是归国，晚餐餐桌是议会，客厅沙发是军事司令部。在外人看来或许滑稽，但对他们来说，这种日复一日的仪式感就是摩洛西亚能持续存在的根本。他们无需经历选举，不用治理复杂的社会问题，却能享受到独立国家的一切象征权利：国歌、国旗、护照、法律、节日。孩子们从小生活在两种身份之间，他们知道自己拥有美国国籍，但也拥有一个更独特的身份：摩洛西亚的皇室成员或高级官员。当学校里其他孩子讨论足球赛或电子游戏时，他们可能会谈论国防演习、外交访问以及如何设计新的纪念币。这里的房屋就是总统府，它的一砖一瓦都被赋予国家象征意义。花园不仅是院子，也是国家公园，甚至有专门的标识和地图。围墙是国界，门口的牌子写着你正在进入摩洛西亚共和国，仿佛任何跨步都能切换时空。摩洛西亚几乎没有产业，因此生活开支仍依靠凯文在美国领域的工作收入。然而，当游客踏进国境，他们就成了支撑国家经济的外国投资客。游客在小小的纪念品店里消费，那些邮票、护照盖章费、硬币兑换收入都会成为国家预算的一部分。凯文与家人会自豪地向访客介绍，这里禁止塑料袋，禁止口香糖，禁止海象，禁止核武器。法律看似荒唐，却也是国家存在的一部分。他们不是为了管理，而是为了证明一个国家不是非得复杂不可。在摩洛西亚，现实压力被大幅减轻，生活变得更像参与一个共同创作的大型叙事剧本。没有人被时代裹挟，没有人被制度吞噬，每个人都有权利参与国家故事的续写。这片土地也曾面对外界质疑，有人说这不过是中年男人不愿长大的游戏，有人说这是一种另类的政治讽刺，但凯文对此不以为意。他举目望向周围无尽的美国西部荒漠，嘴角扬起，这里是我们能创造自己世界的地方。在摩洛西亚，没有人民必须服从国家这种理念，因为国家本身就是人民。凯文常说，国家不是权力结构，而是一种共同认同。这种认同没有强制，没有恐惧，只是源于热爱。摩洛西亚的每一天既普通又伟大。普通是因为他们要洗碗、倒垃圾、缴电费；伟大是因为这些动作同时也被视为国家的运转。没有人能预料未来会怎样，也许数十年后，这个国家将随着一切象征的消失而解散，也许它会继续存在，成为全球最富传奇色彩的私人主权实验。但至少此刻，在内华达的边缘地带，它真实地活着。在传统认知中，国家是领土、政权、人民与主权的结合体，是权力结构、阶级治理与历史血脉的延续。然而摩洛西亚将这些概念全部拆解重建，它把国家变成一种共同相信的故事。摩洛西亚存在于现实的土地，
却活在理想的世界。他触及政治，却拒绝政治的严肃；他具有象征，却不追求权力；他拥有法律，却不依靠惩罚维持秩序。这是一种新的主权观。国家不必建立在恐惧之上。在摩洛西亚，人们不是因为害怕惩罚才遵守法律，而是因为参与其中感到快乐。这里没有阶级对立，没有官僚体系，没有社会冲突。同一个人既是总统，也可能是园丁、军队总司令、邮局管理员，身份多变，却心无二念。或许有人会说，摩洛西亚太小，无法承担真正的国家责任，但凯文从不把摩洛西亚看作逃避。他说过，摩洛西亚不是躲避现实，而是对现实提出疑问：为什么我们不能生活在更合适我们的国家里？这句话是摩洛西亚真正的核心。在这个国家中，幽默不再是讽刺，而是一种温柔的政治表达；国家不再是权力象征，而是个性与自由的延伸。他告诉人们，你可以不喜欢现实的国家，但你可以自己造一个。这不是叛逆，而是一种对生活负责的方式。全球已有许多微型国家运动，艺术家、理想主义者、社会实验者纷纷尝试完成属于自己的独立。摩洛西亚成为他们的精神象征。一切国界都是想象形成的，那为何不想象的更浪漫一点？它也启示了国际社会，或许国家从来不是一座城池、一个军队或一个经济体系，或许国家是一个问题：我们是谁？我们想以何种方式共同生活？摩洛西亚的存在方式是以最轻松的节奏，提供了一个深刻的回答。当外界把它当笑话，它却活成传奇；当大国以权力立国，它却用自由立国；当世界被分界线切割，它却把一条庭院围栏变成边境。它或许永远不会成为正式国家，但它已经成为一种思想上的国度。长视频制作不易，欢迎点赞、转发、收藏。我们下个视频更精彩。